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东情势，赶快要来聚焦到的是，以哈正式的要来签下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以色列的攻击持续不断，是血流不止。另外一方面，川普已经承诺了，这个签下和平协议之后，会来加强在加萨的安全跟重建，是为了他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目的吗？另外一方面也会关心到，现在呢，美国抽手了这个会员费给联合国，闹起了钱荒，甚至要撤兵，国际秩序会不会从此开始大乱？今天会一起来做解答。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以色列签署了协议，却是继续的轰炸加萨，这一份和平协议、和平计划到底可信吗？哈马斯是真的也会真心的放下他的武装势力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呢，川普一直想要拼的就是他的诺贝尔和平奖，10日就会来公布了。而且他认为说，现在已经谈判到一个境界去了，和平有望，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也高喊了加萨的重建。他是真心要斡旋，还是把加萨变成未来的房地产秀场呢？第三个问题，现在联合国钱荒引爆了史上最大的撤兵，维和部队都整个在缩水了，国际秩序会不会从此开始全面大乱呢？今天就这3个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答。确实，在10号之前，川普再次的把自己推上了所谓的世界和平仲裁者的舞台。8日的时候，他正式的发表谈话，他宣布说，以色列跟哈马斯已经正式批准了和平计划。接下来会怎么样分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的第1阶段了，以色列会正式的签署了和平协议。那么接下来会有哪些规划？包括了24小时之内，加萨的战火就会来做暂停了。那么72小时之内就会来释放这一些在以色列的人质。川普也预告了，12日当天我会人亲自到以色列去抢尽了媒体的风头。川普这时候也自信的满满，他宣称加萨未来会变得更安全，美国呢会来协助重建，因为那里拥有巨大的财富。纳坦雅胡也在 X 上面发文来背书了，他说政府现在确实已经批准了释放所有的人质，包括了这一些生者跟遇难者，接下来我们都会来做释放。哈马斯的谈判代表这位是哈雅，他也说协议已经达成了，战争跟侵略结束，永久停火也终于要开启了，那么撤军也会来正式的启动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是以哈冲突爆发至今2年来首次双方正式签下的和平协议哦，所以特别的重要。不过呢，在这个时候，美国的高官也泼了冷水哦，特别提到了以哈之间的互信几乎是非常脆弱的，几乎是0。尤其在战争爆发至今，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攻击哈马斯的部分已经造成了6.5万人身亡哦。他认为双方是没有互信的。另外，现在全球160国都是在挺巴勒斯坦建国，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却死守，怎么样都认为巴勒斯坦不该建国，所以双方仍然是有很多分歧的。在此刻，川普不忘高喊说他要拿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他怎么说？历史上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摆平8场战争啊，还算奥巴马什么都没做，竟然还可以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好，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大使怎么看了。以色列一边说要签下这个停火了，要来做和平协议，但是一边又狂轰加萨，可信度到底这份协议有多高？哈马斯的部分呢，他真的会愿意放下武装的势力，永久走向停火吗？可以说以哈冲突可以暂时的放下历史跟未来的仇恨吗？大使怎么看？这个是因为是川普主导的一个协议哈。我们从过去川普主政以来，他主导的协议啊，基本上都是一个框架，几个大原则哈，大家好像没有什么争议的时候就签了。可是呢，川普签的协议大概都差不多寿命不长，就是说大概几个礼拜几个月就发觉还有很多问题。然后呢，又要重新再谈，那就是跟这个川普跟日本的这个贸易协议是这样，跟欧盟的也是这样，跟这个韩国的也是这样我们都签了协议了，可是后来很多问题都没解决，双方还是有很多争执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以巴的这一次这个就是说以哈的这一次哈马斯的这一次这个协议事实上的话，很可能还是走这个模式，就是说，先宣布胜利了，然后最后发觉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那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在这次协议里面，他必须要做3件事：第一个，他要停火；第二个，他要撤军；第三个，他要放手，就是说加萨走廊他不能继续再去管了。那对于哈马斯来讲的话，那哈马斯有几件要做的，一个要停火，第二个他要缴械，第三个他也要退出这个加萨走廊。那对美国来讲的话，就川普变成这个未来的这个加萨走廊这个地区的托管人。他就变成托管人。那总督呢，就是英国的前首相。然后呢，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留下2个很大的这个没解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建国这个所2国论在这次这个所20点声明没有处理，没有处理2国论，而且它里面引用的一个协议而且还指明了将来巴勒斯坦，那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是属于以色列的是以色列的首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将来的这个除了名义上这个加萨走廊是元首是川普以外那他的行政管理权那是要由巴勒斯坦人所专业人士所组成的一个管理团队。那这个是大概这样子安排。那可是呢，目前呢，以色列只谈到一点，就是说人质我们同意在交换人质了。那是不是撤军？是不是放手？这个以色列好像没有公开承诺。那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的对于这个哈马斯来讲，他停火裁撤退出，可是呢，他说将来的这个巴勒斯坦管理还是就加萨走廊管理还是由我们巴勒斯坦人来管理。对，那这一点好像也没有得到保障。所以现在这些这个等于说这个大功告成了。这个可是呢，问题就还有很多问题都没解决。是好，内部的细部还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未来到底是加萨地区是巴勒斯坦人来管理来着手吗？那将军又怎么看？我觉得这次的停火，当然对巴勒斯坦这个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来讲，他有机会能够喘一口气修身养息。我个人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但是我不认为这次的停火双方可以达到永久的和平。有几点理由。第一次，为什么这次可以匆匆忙忙的达成停火协议？当然，第一个就是为了配合川普，他能够拿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知道，川普这时候一旦一停火，他立刻第一个到的地点就是去中东来凸显他表示说他对这次的停火付出重大的贡献，他更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第二个会停火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国际舆论的压力对以色列跟美国来讲造成很大压力。这次来讲，大概全世界都认为说，你美国跟以色列正在进行一场种族屠杀甚至于种族灭绝的行为来讲另外我们看到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目前死亡人数已经高达67000人，其中很多是小孩还有很多是饿死的这个营养不良的已经高达30%以上营养不良，不是饿死就是战死，要不然就是病死流离失所，甚至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90%的这种建筑物都被毁损。那国际上面现在已经有160个国家认同2国论。我觉得第二个原因是国际舆论，第三个我认为是以色列打不下去了这点可能大家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说，以色列跟美国不是有美国在大力的支援，怎么会打不下去？我讲一个数据，大家听一下这是美国，不要讲以色列自己国家，美国光支援给他军费这2年总共217亿包括到各种的弹药的支持，217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我跟大家报告217亿，他打死了67000个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包括哈马斯在内，包括老弱妇孺67000个。你换算一下，你打死一个这个巴勒斯坦的民众就要花32万美金呢，32万多的美金。那217亿，你知道福特号航母1艘是多少钱？130亿，快可以盖2艘航空母舰。所以战争来讲的话，这个花费是很大的。这是美国支援给以色列，那以色列自己花的钱有多少？那更难讲。尤其是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以色列不管是跟伊朗那边，伊朗对它的导弹攻击也已经突破以色列这个号称神话的铁穹系统，那这个胡塞组织也持续不断对它攻击，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来讲的话，也有很可能是他自己打不下去，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我觉得他受创其实上也是很大。以色列战前的话，他的这种武装的这个士兵来讲的话是13万人，后来他们自己公布的数据是动员了10万的后备军人，10万的后备军人，这些都是青壮人士，都是社会生产的中坚力量。那你将他动员到军中，是不是对他的经济产生了更大的一个这种，就是你没办法去这个继续去生产，对他经济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这次来讲，我认为说是以色列也有一个原因，他愿意停火，就打不下去。那后续来讲，我不见得双方来讲的话可以维持多久。第一个就像刚刚讲，这个以色列军队要撤出嘛，撤到什么地方现在没有讲，什么时候撤军也完全没有讲清楚。那这样匆匆忙忙之下，这根本就没有达成100%协议。那就这个哈马斯来讲的话，他现在还有一个条件，他没有答应的，就是说他要解除武装。哈马斯没有答应要解除武装，所以双方来讲不是100%啊，都达到双方都同意的一个条件，所以我觉得这只是这个暂时性的哈。当然，对巴勒斯坦老百姓有机会能够喘一口气，还是值得庆幸的。对，至少现在是暂时停火了。那对于为什么暂停针对哈马斯的攻击？现在实际面就是打战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那政治面刚刚也提到，不管是国际舆论的压力，或者是说川普在这个时候他为了得诺贝尔奖，所以总得做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比较快速的动作。那除了关心这个川普他的动机之外，另外就是说，川普承诺未来会来协助在加沙的重建，大家也在看说，那加沙未来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呢？会是谁来托管，或者是说，美国的房地产真的会在进驻在这边做开发吗？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加沙走廊的停火是为得奖而急就章，只是为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形式，并不是为了永久的和平。我们可以看几个现象，第一个要讲停火，那就是这样一下令停火。你可以有没有时间的？我们讲的时间长短的停火有没有很具体明确？那时候好就感觉到没有，就不要有射击，不要轰炸，不要有这方面的军事的作为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看后续就比较重要了，有没有撤军？你既然停火要就是和平，以色列要不要撤军？一定要撤军嘛，你撤军要撤离开嘛，撤军离开，第三个就要划设缓冲区，缓冲区这个是以色列的，这边是我们叫加沙走廊的，你要缓冲区划出来，这个比较具体，他没有这么做。第三个，国际维和部队要不要进入？真正的国际维和，你看川普根本没有讲嘛，那你这是打假球嘛，打真球。我国际维和部队我要派他进入，你这个要求双方就是停火，我国际维和部队在两个中间，你们敢打吗？没有嘛，没有国际维和部队嘛，对，没有划缓冲区嘛，这个停火只是形式上停火，赶快帮川普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只是这样子嘛。10月10号公告，主持人刚才有说，10月8号才完成。你这个实际上看就知道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的事后的这加沙走廊重建，想要变成蔚蓝海岸，又要捞一笔钱了，因为已经满目疮痍了，90%被炸毁了。那现在大家来投资，美国来做庄家，我们大家来投资的，把它变成一个这个蔚蓝海岸，大家建筑商来赚钱，他按照这个利益的多寡来做分配，那不是又是另外一个生意吗？所以我来看，他们是为了得奖，为了做生意，为了赚钱。而短暂的停火。好，川普的急救章，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什么时候公布？就是其实在今天的亚洲时间的晚上，10月10号的晚上，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那同一时间，在这边川普争取他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国际爆发更严重的失序、全面失控呢？原因就是因为针对联合国，这个美国现在因为延迟它这个庞大的会费没有缴，所以变成说联合国开始它得祭出最大的撤兵令。到底撤出多少人？大约是达到1/4的维和部队警察都会被撤回，大约是13000到14000人左右。会不会国际秩序全面的崩盘？杨老师怎么看？这个影响真的蛮大的。联合国的会费是大家分摊，但是它有个标准，每3年算一次。过去美国曾经一度负担超过1半以上联合国的经费，那可是呢，现在后来确定单一国家不可以超过22%。联合国每年本身需要37亿美元的经费，另外 PKO 也就是维持和平部队，这更多，一年要56亿，看他每一年的那个 PKO 的这个任务的多少。去年56亿，美国现在已经欠联合国经费来到18亿，
欠 PKO 维和部队的钱来到13亿，所以加起来超过30亿。那他现在不缴了，也就是说，不只是这已经付的他不缴，他接下来他可能都会大幅的这个减少，甚至他干脆的不缴。不要忘记，美国也对他国际的开发援助现在开始停止这个供给，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明确讲有3个地方的 PKO 你干脆把它取消掉，哪里呢？像是马利、黎巴嫩，还有呢刚果。可是 PKO 维持联合部队其实是在监督停火，而且协助人道物资的救援。如果没有的话，战争很容易再起。当然，人道的救援就会是更加的困难。因此，你看到国际的冲突呢，当然也会增加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